林峰，你搞什么名堂？大热天的弄一堆烂桃子进来，也不嫌臭。大伯，你背着我偷偷关了冷库，40度的高温，桃子全捂烂了。林家5年的招牌，你不要了？招牌不能当饭吃，冷库保鲜成本高，一箱冷运发货就要搭进去10几块，以后全改发普通快递。不行，特级桃子娇贵，不走冷链就是给买家投毒。可笑，我可是300万粉丝的大网红，别说投毒，就是投屎他们也愿意买单。小峰啊，当年你爹走的不明不白，要不是我好心收养你，你早就饿死了。以后你跟着丽丽好好干，赚的钱大伯都替你存着当彩礼。等以后丽丽在城里没找着好人家，就招你当个上门女婿，也算肥水不流外人田嘛。爸，你胡说什么呢？一个泥腿子可配不上我。不过嘛，看在你给我家当牛做马那么多年的份上，等我以后在城里玩腻了，想找老实人，就给你接盘的机会。当牛做马，接盘。15年，我拿他们当恩人，拼死拼活帮他打下这片家业，可他们却把我当成一个随意折辱的免费长工。行，大伯说的对，这就对了嘛，一家人不说两家话。啊，我的香奈儿裙子，林峰你疯了！林大勇，不用等以后了，你的破果园，还有你大爹都没人要的女儿，老子不伺候了。爸，你看他什么态度？让他滚！我就不信没了他，我还能卖不出去了。哥哥们，纯天然爆汁优品桃子，首播福利29.95块5斤，上链接。丽丽太牛了，3万单秒空，我们要发财了！从此刻起，林家村合作社一切发货及售后与我林峰无关。好言难劝该死鬼，我倒要看看这40度的高温会不会像我一样惯着你。林峰啊，村西头那片老桃园荒了5年了，草长得比人高，你真要租下来单干？那儿的老品种甜度够，我有技术能救活，租金我按年付，绝不让村里吃亏。提什么租金？当年你爸死得不明不白，林大勇那混账吞了你家的地，现在又过河拆桥把你赶出来，我老头子看着都寒心。那荒园你先用着，但是打理果园是个重体力活，你一个人怎么干得过来啊？有没有吃的？我快不行了。哎呦，这是哪来的女娃娃？怎么饿晕在村口了？这块表够买下半个林家村了，能把自己饿晕？假货，拼夕夕9.9块包邮的。大哥，我家里非逼我嫁给一个60多岁的秃顶老头，我离家出走逃婚，3天没吃饭了。只要管饭，我什么活都能干。干过农活吗？干过，我力气超大。老板，收留我吧，我贼听话。包吃包住，走吧，带你去吃肉。谢谢老板，老板你真帅。哇，这身材，本总裁逃个婚，居然在这山沟沟捡到个极品帅哥，这不比公司里那些细狗小鲜肉香多了？别发呆了，把旁边那边地上的杂草割了。看我的！我让你割草，你在这儿给我搞破坏呢？哪家跑出来的大小姐？老板，对不起，这镰刀他有自己的想法。行了，去树荫下待着吧，别中暑了，给我添乱。哟，林峰，真在这儿刨地皮呀？听说你还捡了个要饭的野丫头，真打算在垃圾堆里找个老婆呀？你骂谁野丫头呢？你这整容脸，玻尿酸都要被太阳晒化了吧？丑八怪！你个臭要饭的都敢骂我！哼，不跟你这个野丫头计较。林峰，你知道我今天一开播卖了多少单吗？说出来吓死你！3万单，够你在这破地里泡一辈子了。我看你还是乖乖跟我回去打下手吧。卖得多是好事，不过我得提醒你，40度的高温不发冷链，桃子全都要烂掉。林家合作社可是全村人的心血，希望到时候你还能这么高兴。哼，少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，等我赚了大钱，你就在这破园子里穷死吧。老板，这女人太嚣张了，要不要我找人把她的店封了？你一个逃婚的还找人封店，喝你的水去。好戏就要开始。不是让你去休息吗？这双用来弹钢琴的手要是留了疤，以后怎么嫁人？谁说我要嫁人了？再说吃白事不干活，我怕你嫌我没用赶我走。我堂堂鼎仙集团身价1000亿的女总裁，什么样的男人没见过？今天居然被一个种地的男人贴了个创可贴就心跳加速。周末啊周末，你真没出息。老板，
对面这2天安静的有点反常啊，是不是被你说中了？4天了，闷逛车的温度够那些桃子发酵成毒药了。丽丽，中转站说这些全在车厢里误发臭了，快递公司拒收退回，直接从咱们的运费押金里扣了8万块的污染费。8万，丽丽，这退回来的全烂成水了。咱们不仅没赚到钱，还要倒赔钱，这可是大家的血汗钱啊！完了完了，林峰在的时候搞冷链，从来没出过这种事儿啊！我就说不该赶他走。闭嘴！谁再提林峰一句，今年1分钱别想分，这事儿绝对不许告诉我爸。把推荐全拆了，去拿黑色的垃圾袋，把烂水死死兜住，烂的电箱底上面铺一层好的，重新发给那些没退货的买家。这都长毛了，好的也会被感染啊！再发出去还得烂。谁买个桃子会挨个翻到底下看？扔了多可惜！不发，难道你们来出这8万块的罚款？赶紧动手！哥哥们，对不起，天气太热了，运输路上难免有几个碰伤的。丽丽在山里带着果农干活，真的好辛苦，大家多多体谅好不好？心疼丽丽老婆，支持助农再下10单。哎呀，丽丽这眼泪一掉，那些男粉丝就跟疯了一样，订单又涨了。是啊，不但没人退货，反而买的更多了。丽丽这丫头真行，这下咱们那8万块不仅不用赔，还能赚大钱。就是林峰那套死脑筋早该滚蛋了，还得是咱们丽丽有办法。操，这他妈是生化武器吧？退钱，老子要打12315投诉。死骗子，这桃子都烂到生虫了，我要把你们挂上热搜。喂，12315吗？我要投诉，我要让你倒闭。马上冻结林家村合作社的全部资金，上报法务部，准备走退1赔3的强制程序。丽丽啊，这都7天了，咋还提不出来啊？这钱怎么回事？钱冻住了，那我们的捧红呢？几百万全没了，这哪是赚钱啊？这是要让我们倾家荡产啊！还我们的血汗钱！骗子！当初就该听林峰的，早知道发冷电就好了，少赚点比赔光强。你把村子害惨了。林峰，就知道林峰，没有我哪来这么多利润？他会带你们卖这么快吗？那钱呢？怎么提不出来？吵什么？这叫平台例行分控，过几天就解冻了。丽丽，市里的大经销商王总对咱们的桃子非常满意，我明天就带他回村验货，没问题，当场签100万的年度合同。货备齐没有？备齐了，爸你放心，肯定给王总一个大惊喜。听见没？我爸明天带大老板回来签100万大单，现金当场结清，还差平台动的这点小钱。哟，林峰，我爸明天带100万大单回来了。当初让你留下来你不干，现在只能在这推破车，眼红了吧？用黑塑料兜臭水，亏你想得出来。先把底下的烂桃藏严实点，别脏了大老板的鞋。你胡说什么？这是为了防水。大婶儿，骗别人可以，别把自己也骗了。满院子都是死老鼠了，你信不信啊？你个臭要饭的，敢叫我大婶？林峰，你就是见不得我好。等签了合同，有你跪着求我的时候。火都烧到眉毛了，还在这儿做梦？走吧，周末，离垃圾远点。动作都给我快点，多铺2层塑料袋，绝对不能露出一点味儿。不好了，丽丽，院里都没有好桃子了。怎么可能？我们林家合作社几千亩地，怎么会没有桃子？哎呀，我能骗你不成？就剩50颗好桃子了，过了今天可能1个都没有了。完了完了，明天老板就要来了，要是被发现就完了。快，去镇上菜市场，还有隔壁村，高价收一批新鲜的好桃子，能收多少收多少。丽丽，这不是造假吗？万一被大老板看出来，就说是咱们自己刚摘的，面上必须全给我铺上好果子。大老板明天就到，今天门面必须撑住，去啊！哎，王总，请。
王总，您看，这就是我们林家村的风水宝地。林老板，我看过你女儿的直播，爆汁水蜜桃确实诱人啊。要是今天验的货足够新鲜，今天就签合同，先打30万预付款。质量您放100个心，我们去年卖了200万，零差评，个个新鲜无比。林峰啊，放着合作社好好的冷气不吹，非要在这荒地里刨土，何苦呢？王总见笑了，这是我养大的孤儿，不懂事，非要自己单干。不过毕竟是一家人，等签了您的100万大单，大伯呢从牙缝里省点钱，接济你这荒原。不用了，您那新鲜无比的100万大单，我怕拿了烂手。你个白眼狼！王总，您可算来了，村委会备好了大红袍，咱们赶紧过去喝茶吧。对，王总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王总，买生鲜不能只看脸面吧，表面光鲜，里面藏着什么烂东西，可不好说啊。你一个臭要饭的，闭嘴！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儿吗？这不是鼎县集团的周家千金吗？那个手握生杀大权、脾气古怪的千亿女魔某，她怎么穿成这样，在一个种地的男人身后推车？周，王总，什么周不周的？这野丫头没见过世面，胡乱说话。天这么热，咱们赶紧去喝茶解解渴。喝茶就不必了，时间宝贵，既然来了，咱们直接去打包仓库看货吧。怎么有股怪味儿？嗨，这是旁边地里刚堆的农家肥，味儿大。但是仓库里面可干净着呢。丽丽，去，快开门。王总，里面还没收拾好，要不咱们还是先去喝茶吧。都到门口了，还喝什么茶？不会是这货有什么见不得人的问题吧？怎么可能呢，王总，吃过的都知道我家桃子是最好的。我女儿就是怕您热着了，我现在就去开。老板，你猜等会儿大门一开，会不会飞出一群苍蝇？苍蝇算什么？生化武器才刚揭盖。王总，不是不给您看，就是怕里面闷。您看，这些都是我们刚摘的新鲜桃子。对啊，王总，您尝一口，绝对又新鲜又甜。拿笔来。林老板，面上这几箱确实不错，这合同咱们签了，30万定金马上打到你们账上。谢谢王总，合作愉快。王总，买生鲜不能只看脸面，不看里子吧。面上的果子好看，谁知道最里面角落里藏着什么烂东西？几十万的单子，王总不查查最里面的底货？你个臭要饭的，闭嘴！你算什么东西，敢在这里指手画脚？心虚什么？真金不怕火炼，既然都是好桃，还怕人看？姑奶奶这肯定是在点我啊！不愧是千亿集团继承人，想的就是周到，这货绝对有问题。这位姑娘说的对，去把最里面靠墙的那几箱给我打开验验。不能开，王总，底下的不好拿，这都是封好马上要发去的。拉开它，给我查。王总，里面也是好桃，没烂。幸亏我聪明，怕露馅儿，连最里面的2排也全换成了高价买来的好桃。想搞我，你还嫩点儿。王总，您看，我就说都是好桃吧。林峰他们就是嫉妒我，故意来搞破坏的。吃里扒外的白眼狼，还不赶紧滚！行，看来是我多虑了。林老板，咱们签约。林家村合作社退货给你们拉回来了。什么退货？开闸卸货！这是怎么回事？林大勇，这就是你说的零差评？你想拿一堆生化武器骗我的30万镀金？你们这群黑心商必须给我个交代！王总，您听我解释啊！王总，不是我们的问题，是他以前是店长，肯定是他离职的时候怀恨在心，把冷库设备全拆了，还故意把烂桃子混进去报复我们。对，王总，就是这白眼狼搞的破坏。他走的时候连冰柜都搬走了啊！这是啥子情况？
们要不要脸？明明是你们自己为了省钱不用冷链，凭什么血口喷人？大家都长了眼睛，你们说，到底是谁不用冷链的？少废话！这批货把中转站污染了，8万块罚款，今天必须结清。还有，平台客服说你们涉嫌重大食品安全事故，几百万的违约金已经下发了，准备卖房子赔吧。几百万，丽丽，这钱咱们赔不起呀！谁今天敢乱说话，这违约金就带大家一起平摊。对，就是林峰干的。我们亲眼看见他走的时候往箱子里塞烂桃子。没错，这违约金必须让林峰一个人赔。没错。你们这群可恶的家伙，敢欺负我老板，我今天非把你们……这位姑娘先别激动，千万别叫人，这事儿肯定有原因，咱们有话好好说。不用脏了你的手。说我离职前混进去的烂桃，你们这群人为了几百万的违约金，连良心都让狗吃了。你装什么清高？货不是你打包的吗？真以为我离职那天什么都没留？林店长，那个林丽丽刚才打话来，把所有的冷链车全取消了，说为了省运费，全改成最便宜的普通快递发走了。看清楚，货被改成普通快递的时候，我已经退群走人了。40度的高温，不用冷链，全塞进闷罐车，白纸黑字加录音，这几百万的违约金你们自己背。不，这不可能！15年，我带你们发家致富，今天你们为了自保，要把我往死里踩，活该你们赔得倾家荡产。丽丽，我们一开始还帮你瞒着，你竟然要把这几百万的违约金甩锅给林峰，还拉我们下水，你这个毒妇！林大勇，今天不把钱交代清楚，你们父女俩谁也别想走！都怪你，林峰，你个没爹没妈的野种！你要是不把冷库拆了，这桃子能烂吗？你就是见不得我们家好。就是你个白眼狼，你吃我们家的饭长大，现在眼睁睁看着合作社破产，你就是个天生克死爹妈的扫把星！你们这2个人渣，嘴巴放干净点。你想干什么？你再说一遍，谁克死了谁？当年我爸是怎么死的？你这片果园是怎么来的？真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？爸，林峰，你敢打人，我要报警抓你！不用报警，几百万的违约金足够你们在牢里待上几年了。你们这群唯利是图的人渣，死到临头还敢嘴硬！我今天把话放在这儿，我要在全行业的供应链里彻底拉黑你们。谁敢收林家村合作社颗桃子，就是跟我作对！林峰兄弟，你这技术和人品，我王某人今天是彻底服了。听说你自己在村西头搞了片荒原单干，我代表公司直接投资你的荒原，200万，利润你拿大头。咱们现在就签合同。200万！王总的好意我心领了，但我刚起步，不想受制于资本，这钱我不能要。200万，他居然拒绝了。林兄弟，留步，这钱你必须得收下呀！有了这笔钱，你的荒原马上就能做大做强啊！这地中海老头还挺有眼力劲儿，知道把钱往我男人手里送，不枉本总裁刚才用眼神点拨他。老板，人家王总大老远跑来送钱，也是看中了你的真本事呀。有了这200万，咱们就能买最好的设备，种最好的桃子了。你一个人种地多累呀，我也心疼嘛。这钱我可以收，但我有个条件。您说。林家村的村民虽然糊涂，但都是苦命人。等林大勇的合作社彻底倒了，如果他们还有良知，愿意改恶归正，我会让他们跟着我干。你不能干涉我的人事权。没问题，林兄弟有格局。钱到账了，我不打扰了，有事您随时吩咐。孺子可教，这老头路走宽了。林大勇，今天不把那几百万的违约金和我们的分红吐出来，我们把你的房子拆了。我哪有钱啊？我的账户都被平台冻结了。大新闻，刚才那个王老板追到老村长家里，硬是把那200万现金塞给林峰了，林峰收了。200万，他凭什么？大家听我说，那片荒原是村集体的地，他林峰一个外人，凭什么拿村里的地去圈200万的投资？没错，只要我们全村人联手，强行把那片地收回来，不仅咱们的违约金有人交了，那200万也是大家的，逼他把钱交出来。对，
收回荒原，逼他交钱。林峰，你给我滚下来！有事儿？林峰，你用村里的地圈了王老板200万的投资，把钱交出来，替大家把平台的违约金还了。就是，这地是林家村的，你一个连爹妈都没了的外人，凭什么占着这块风水宝地？马上交钱，滚出村子！违约金是林丽丽取消冷链造成的，你们不去逼她还钱，跑来抢我的地。废话少说，这地村里不租给你了，那200万就算是这块地的转让费。住手！林大勇，你还要不要脸？白纸黑字的租乐合同，村委盖了章的，你说收回就收回？村长，那可是几百万的违约金，他不拿这200万出来，咱们全村人都得跟着破产。大叔，你是不是法盲啊？违约金是平台扣的，你们去平台后台看看那笔债到底挂在谁的名字上。你闭嘴！我刚查过了，合作社的法人是林大勇，网店的实名认证是林丽丽，在法律上，这几百万的债务全算在他们父女俩头上。平台要强值，也是强值他们的车子和房子。你们跟着起什么哄，替他们挡枪吗？大勇，那违约金强值不到我们头上吗？别听他胡说，咱们都是合作社的股东，跑不掉的。谁是林大勇和林丽丽？接到某电商平台报案并申请强制执行，林家村合作社因重大售假和违约，需赔偿违约金及罚款共计320万。由于你们名下账户资金不足以偿还，现在依法查封林大勇名下现成房产2套，查封林丽丽名下保时捷跑车1辆，以及合作社全部资产。活该！真以为能拿我们当挡箭牌呢？不要查封我的保时捷，那是我的命啊，那是我的粉面啊！妨碍公务，罪加一等，带走。放开我！我的车，我的房子！合作社被封了，咱们今年地里的果子卖给谁去？林家村的桃子不该烂在地里。林大勇的合作社倒了，但我的荒原还在。只要你们退出林大勇的合作社，愿意到我的荒原来踏踏实实干活，严格按照我的冷链标准走。以前林大勇给你们多少分红，我林峰1分不少你们的。林峰，你是个大好人呐！我们以前瞎了眼，听信了那父女俩的谗言，以后我们全听你的。对，退社，我们跟着林峰干。好啊，林峰这孩子有格局，有担当。林大勇这几颗老鼠屎终于被扫地出门了。老板，接下来本总裁要送你一份真正的超级大礼。老板，喝口水吧，你今天收留了那么多人，王总那200万恐怕不够用呀。确实不够，如果要吃下全村的产量，并且建立最顶级的冷链仓储，还需要一个真正有实力的超级渠道。老板，我听说啊，全国最大的生鲜巨头鼎鲜集团最近要派人下乡考察，选拔千万级的独家供应商呢。鼎鲜集团？如果咱们能拿下他们的考察，那可就是一步登天了。好，那我们就全力以赴，迎接鼎鲜集团。老板，你肯定不知道，鼎鲜集团最难伺候的考察官，现在就天天给你端茶倒水呢。这破日子没法过了。林峰那个野种拿着200万风风光光，我们却窝在这破地方躲债。行了，你少说2句吧，连合作社都没了，拿什么翻身？咱们要翻盘了！发什么神经？你看，我直播间的榜一大哥张哥给我发私信了，他竟然是鼎鲜集团这次下乡考察的总监。千万大单的独家名额，只要你懂事儿，他就直接内定给咱们。对，有张哥在内部罩着，这大单肯定是我的。内定有什么用？咱们现在的地都被收回去了，连一颗好桃子都拿不出来，你拿什么给人家考察团看货？没好货，咱们去隔壁村低价收快烂的残次果啊！你疯了！这么热的天，残次果半天就发臭了。林峰建了新冷库才敢接单，咱们拿什么保鲜？
林峰那就是死脑筋，买不起冷链冰袋，咱们还买不起几毛钱1斤的工业干冰吗？只要往箱子里塞满干冰，表面一直冒着冷气，排面多足。大企业那些坐办公室的领导懂什么？只要张哥帮我打个掩护，谁敢查咱们的底细？哟，林峰，还在这卖苦力呢？借钱盖个新粮库，真以为鼎仙集团的大单能落到你头上啊？大妈，你家破产连镜子都买不起了，又跑这儿来找什么存在感？臭丫头，你就嘴硬吧！告诉你们，鼎仙集团的1000万大单早就内定给我们合作社了。我们用了最先进的极寒保鲜技术，不仅冒冷气，成本还比你们低10倍。你们就等着破产吧！极寒，冒冷气，你用的工业干冰？你怎么知道？零下78度的干冰跟娇贵的水蜜桃封在同一个纸箱里，不出3个小时，果核就会直接冻死发黑，果肉奇苦无比。林丽丽，你这不是在保鲜，你是在给自己送终。要你管，反正这单子你抢不走。哼，我倒要看看你们怎么拿下这个单子。我就不信林峰那乌鸦嘴能说中。黑了，全冻黑了！你个没脑子的蠢货，这可是我们最后翻本的机会，这毒果子怎么拿给考察团看？你那个榜一大哥就算想包庇，他敢捂这种要命的烂摊子吗？他兜不住，那我们就让所有人都交不出货。你什么意思？爸，只要林峰的果园和冷却今晚全被砸了，明天全村就都没货交。到时候张哥来考察，我就说是昨晚遭了灾，大家都一样，张哥照样能把1000万定金先批给咱们补偿。看到那个铁皮房子了吗？那是林峰借了200万建的，给我往死里砸！拿人钱财，替人消灾，兄弟们干活！这就是林峰准备交差的货，全给他卸了！砸得好！去，外面的果树一颗也别放过！林峰，跟我斗，我要让你体会倾家荡产的滋味！造孽呀！这是哪个畜生干的？咱们林家村的希望全毁了呀！敢砸我老板的果园，今天本小姐不让你们把牢底坐穿，我就不姓周。哎呦喂，林峰，你这果园怎么成垃圾堆了？看样子是得罪人了，被砸了啊！就这副破烂样，今天鼎仙集团的领导来考察，你拿什么交差？是你们干的！你少血口喷人，没证据别乱咬，自己没本事保住果园，就活该破产。张总监，您可算来了！大家看清楚了，这位是鼎仙集团的考察总监，也是我直播间一直支持我的榜一大哥，张哥。丽丽啊，听说你们村有个叫林峰的，大言不惭要抢咱们的单子，就这破烂地方，你们是在侮辱我们鼎仙集团的考察标准吗？张总监，您别生气，他这果园不仅遭了灾，全毁了，人品还很差。咱们还是去谈谈我们合作社的补偿款和大单吧。另外，你们这破地方脏了我的车，浪费了我的时间，给你们3天时间，把这块地无偿转让给林家合作社当补偿。听到没，林峰？张总监发话了，马上把地交出来，否则我让鼎仙的法务部弄死你，让你在里面蹲一辈子。大叔，你出门不带脑子吗？什么时候鼎仙集团的考察总监有权利收别人的地了？你个臭要饭的村婆算什么东西，敢这么跟我说话？保安，把这个野丫头给我扇烂她的嘴！张德才，你拿着公司的考察基金去给这种整容脸刷嘉年华，现在还敢让人扇我？我看你是想去非洲种香蕉了。不是鼎仙集团的最高掌权人周总裁吗？他怎么会在这儿？周总裁，张哥，你开什么玩笑呢？是不是中暑糊涂了？他叫周末，是林峰从路边捡来的要饭村姑。他要是总裁，我还是玉皇大帝呢，别被他骗了。就是啊，张总监，这丫头肯定是林峰雇来的群演，想演戏吓唬您呢。滚开，你个不长眼的蠢货！张哥，
你打我干什么？瞎了你们的狗眼！站在你们面前的是鼎仙集团最高掌权人，手握千亿生鲜帝国的周总裁。你想死别拉着我！千亿总裁，林丽你不仅用工业干冰造假，还雇人砸了我老板的果园。张德才，这件事鼎仙法务部如果让他们赔得底裤都不剩，你就可以卷铺盖滚蛋了。总裁放心，砸毁鼎新重点考察果园，我马上让法务部立案，让这对父女付出代价。不可能！凭什么林峰这个泥腿狗能抱上千亿总裁？我不信！林大勇，你个老王八蛋，你骗我们说有大靠山，结果你把活财神给得罪死了，还想拉我们当垫赔的，还我们血汗钱！行了，住手！别脏了我的地，把他们俩给我扔出林家村，永远别让我再看见他们。是，林老板放心，我们这就把他们赶走。老板，你生气了？周总裁，瞒我瞒得挺辛苦啊，天天跟着我吃盒饭拔杂草。我不管，我不要当什么总裁，我离家出走，卡都被停了，我现在身无分文。老板，你可是答应过吃包住的，你不能说话不算话，我还要继续给你打工。行，那以后周总裁就给我这个泥腿子当一辈子专属跟班吧。老板万岁！那咱们接下来怎么办？果园被砸了，砸得好，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。张总监赔偿的毁地钱，加上王总那200万投资，咱们直接进军省城，去最大的生鲜批发市场，建咱们自己的冷链大档口。好，咱们去省城杀出一条血路。没完，林峰，周末这件事儿没完。丽丽啊，咱们在村里彻底待不下去了，以后可怎么活呀？爸，走，咱们去省城。林峰不是要去省城开档口吗？我就算卖血卖肉，也一定要在省城把他踩在脚下。凭什么？凭什么林峰那个野种能搭上鼎仙的千亿总裁，我却要在这里像个乞丐一样躲躲藏藏？哟，这不是前阵子在网上挺火的那个爆沟水蜜桃西施吗？怎么落魄成这样了？老娘的事儿轮不到你管。脾气还挺辣，认识一下，绿源生鲜总经理钱万山。你的事儿我都听说了，被鼎仙集团那个乳臭未干的周末，还有一个叫林峰的泥腿子给整破产了是吧？巧了，周末也是我的死对头。我看中你的流量底子了，跟着我干，我出钱让你当绿源的新法人，咱们专门盯着林峰在省城的档口子打，我要让你把失去的10倍100倍的拿回来。钱总，只要能弄死林峰，你让我干什么都行。真是个没脑子的蠢货，送上门来当死替罪羊的极品法人，不用白不用。林峰啊，这省城的市场就是大，咱们第一天开业带来的2000斤极品果，已经被几个超市老板预定出去一半了。这都是大家用心做冷链的回报。今天把剩下的散客稳住，咱们在这个市场就算扎下根了。老板辛苦啦，老板喝水。去里面坐着，别晒黑了。哟，我当是什么大买卖呢？林峰，我还以为你傍上千亿女总裁能飞上枝头变凤凰呢，搞了半天人家玩腻了，你还是只配在这个破菜市场里摆摊卖烂桃啊！这省城市场的门槛真是越来越低了，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进来。林峰，你少给我装清高，大家看清楚了，这个男人叫林峰，以前就是个坑蒙拐骗的泥腿子，他卖的桃子全都是打了激素的劣质果，谁买他的货，谁就是瞎了眼。你个丑八怪说谁呢？信不信我今天让你这破车出不了这个大门？林丽丽，这粉色劳斯莱斯挺晃眼啊，租一天得花不少钱吧？租你妈！这是我们绿源生鲜钱总专门给我配的。我现在是绿源生鲜的总经理兼唯一法人，我现在随便动动手指就能用价格战把你这个破摊子碾死。各位老板听见了吧？这位劳斯莱斯的事业科在顺利，今天特意来我这儿指导工作。我林峰的果子没打药没催熟，全程冷链。既然绿源的总经理说我的货是劣质果，那不如请大家现场免费试吃。如果有谁吃出一口苦味，发现一个黑盒，我林峰当场赔他1万块。哎呦，这桃子绝了！又甜又脆，还带股清香，这冷链技术做的真地道。老板，给我装50箱，不100箱。别买，你们这个蠢桃子有问题，别买他的。
滚一边去！穿得像个暴发户，在这满嘴喷粪。人家林老板的货品质好不好，我们做生意的尝一口就知道。绿源收钱是吧？老子以后避雷你们家。你们给我等着！林总经理，多谢你开着劳斯莱斯来给我撑台场当托儿，没有你这千万身价的法人帮我狠这两响子，我今天还真卖不了这么快。林峰，你别得意的太早！你以为会几手破冷链就能在省城立足？咱们中秋节展销会见，到时候我要让你倾家荡产，身败名裂，还愣着干什么？走啊，一群废物！老板，他刚才提到中秋节展销会，看他那副有恃无恐的样子，绿源生鲜那天估计准备了见不得光的底牌。钱婉山那个老狐狸最擅长搞科技狠活，林宁宁既然当了这个出头鸟法人，那咱们就借中秋节的台，好好给他搭个戏台子，让他唱一出把自己送进监狱的大戏。钱总，这什么味儿啊，这么难闻？咱们中秋节要在展销会上打败林峰，就靠这仓库里的东西？丽丽啊，做生意不能死脑筋，林峰那种靠天吃饭的死脑筋，怎么可能斗得过咱们的高科技？这是什么？这叫永生红保鲜剂，外加高浓度工业甜蜜素和防腐剂。只要喷上这玩意儿，再烂的桃子也能放1个月不腐烂，而且吃起来甜的发腻。林峰一箱好桃成本要100块，咱们这种科技桃成本不到10块钱。中秋展销会那天，咱们以林峰1半的价格全程倾销，绝对能把他挤得破产跳楼。太好了，只要能让林峰死，用什么手段都行。好，丽丽，你是这批货的负责人，又是公司的法人，到时候展销会上这风光的头功，我全算在你头上。你在法人授权合同上签个字就行。谢谢钱总，我签，我现在就签。老板，这段时间绿源的货车每天半夜从城郊化工厂出来，鬼鬼祟祟的，绝对有问题。看好司机，我去验验货。味道不对，甜的发假，表皮还有一层洗不掉的黏腻感。甜蜜素，还有甲醛的防腐味。林丽丽和钱万山，他们居然敢用这种毒果子给中秋节供货，他们疯了！走，回实验室，要锤死他们，必须拿到铁证。丧心病狂，防腐剂超标20倍，工业糖精超标50倍，长期食用会直接导致急性肝肾衰竭。老板，只要你点头，我现在就动用鼎仙集团的法务和高层关系，直接让经侦和质监局把绿源一锅端了。不行，为什么？钱婉山那个老狐狸既然敢让林丽丽当法人，肯定把所有的生产线和采购记录都做到了他的名下。现在举报，钱婉山随时能断尾桥生，把林丽丽推出去顶罪，他自己毫发无伤。中秋节展销会，全省的媒体和最大的经销商都会到场。绿源生鲜不是想在那天踩着我上位进行权势清晰吗？那我就在全城所有媒体的镜头前亲手扒下他那层毒皮。我要让绿源生鲜这个毒瘤连同钱满山一起死在阳光下，永不翻身。老板这招关门打狗漂亮，需要我这个打工人配合什么，随时吩咐。保持好你的小跟刀伪装，好戏马上开场。林峰啊，这冷链运费太贵了，一箱桃子加上这后冰袋，光成本就去了1半。咱们卖50块一箱，能挣得过对面吗？村长，咱们卖的是让人安心下肚的果子，不是吃死人的化学炸弹。好东西，它就值这个价。哎呦，真是晦气！大过节的，怎么一出门就让见扫把星了？丽丽，别这么说你堂哥嘛，人家一箱桃子卖50呢，这么金贵，卖不出去砸在手里，那不得哭死？林峰，你看看你这些桃子，颜色青一块白一块的，你再看看我们的。今天中秋节，我们绿源的桃子只卖15块一箱。你要是现在跪下来求我，说不定我还能把你的破烂全收了，免得你连本钱都亏得掉底子。丽丽，桃子长得太红，有时候不是因为熟透了，也可能是染了不该染的脏东西，死得快。家人们，咱们绿源生鲜今天亏本大放送，15块钱一箱，不仅保甜，还能放半个月不坏。哎呀，真甜，甜到嗓子眼了！给我来10箱！今天中秋节走亲戚，这包装送人多有面子！看这架势，
今天这1万箱科技果能全清空。那个叫林峰的，那边怎么样了？钱总放心，他那50块钱1箱的自然果根本没人问津，今天过后他就得滚出省城。林峰啊，这可咋办啊？咱们的桃子好是好，可这价格摆在这儿，老百姓哪懂什么科技狠活啊，都图便宜去了。村长尝尝，甜是甜，可对面卖15啊。老板，他们已经卖了快5000箱了，再等下去，这批毒果子可就真散到千家客餐桌上了。刀工不错，不愧是周总裁。老板，现在是讨论我刀工的时候吗？不急，等他们把所有的媒体都吸引过去，把声势造到最大的时候，咱们再去给他们送上一份大礼。林小姐，听说你们绿源生鲜今天创造了销量奇迹，能分享一下成功的秘诀吗？大家赚钱都不容易，我们绿源宁可自己亏本，也要让大家吃上最甜最红的平价水蜜桃，不像某些无良商家。大家看，那就是卖50块1箱桃子的林峰，坑老百姓的钱，还嫉妒我们绿源生意好，故意来捣乱。林老板，怎么自己的货卖不出去，来我们这儿取经了？要我说，你这泥腿子做生意就是不老实，活该饿死。钱总，林丽丽，我今天来不为取经，我来是想请教2位一个问题：这号称纯天然的水蜜桃，为什么能让测甲醛的试纸瞬间变成深紫色？你胡说八道什么？你这是诽谤！保安，把这个疯子给我赶出去！他这是蓄意破坏！今天谁敢拦我，我保证让他走不出这个展厅。你手里的桃子根本不是我们的，你这是伪造证据！大家手里都有刚买的绿源水蜜桃，谁愿意拿1颗出来做个实验？这是我刚从他们台上拿的，小伙子，你测。深紫色代表甲醛超标严重，为了防腐增甜，他们在桃子上喷洒了高浓度的永生红保鲜剂和工业甜蜜素，吃一口是甜，吃一慌急性肝肾衰竭。我刚才吃了好几块，这黑心肝的畜生，赔钱！你们这是投毒，打死他们！这不关我的事儿，这批货的采购和质检全是李33负责的，他是公司法人，合同上写的清清楚楚。钱总，你胡说什么？这明明是你！滚开！你为了赚钱丧心病狂，还想拉我垫黑？滚开！好狗不挡道！钱总，走这么急？你个死村姑算什么东西？我可是绿源生鲜的老总，你敢拦我？绿源生鲜，过了今天，这个牌子就不存在了。钱万山，要实名举报你涉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。另外，你名字涉嫌非法转移资产，跟我们走一趟。是你举报我的，你到底是谁？去牢里慢慢猜吧。我是被骗的，不知道有毒，钱总跑了，不关我的事。钱万山跑不掉，你这法人也跑不掉。哥，我错了，你帮帮我，你去跟警察说我不知情，我还年轻，我不能去坐牢啊！你往桃子里塞干冰的时候不知情吗？你用毒药水泡果子的时候不知情吗？你不是想当千金大小姐，想开劳斯莱斯吗？钱万山给你挖的坑，你自己跳得比谁都快。现在就是你结账的时候。林丽丽，作为公司法人，涉嫌重大食品安全事故，请配合调查。不，我是300万粉丝的大网红，我不要坐牢，哥救我！爸，救我出去，我1天也待不下去了。他们说我可能要判好几年。丽丽啊，爸去求林峰了，可那小厨子连门都不让我进，爸这老脸都丢尽了。爸，咱们不能就这么算了。林峰把你害得倾家荡产，把我害进监狱，这仇必须报。咱现在一无所有，拿什么报仇啊？爸，你忘了当初你发家的那本东西，林峰他亲爹留下的那半本抗冻桃手稿。林峰现在搞冷链，不就是因为桃子怕冻吗？你要是把那半本手稿卖给那些外国大老板，换来的钱足够你东山再起，还能弄死林峰。对，我还有底牌。林峰啊，绿路一倒，全城的订单都跑到咱们这儿来了，这回咱们算是彻底在省城站稳脚跟了。这只是开始，冷链成本太高，受制于物流，咱们的果子走不出省外。真正的瓶颈在品种抗寒度上。老板，有件棘手的事儿，海外有一家叫孟森的农业资本巨头，最近在国内疯狂收购抗冻水果的专利，他们放话要垄断国内的鲜果市场。孟山，他们有技术。情报显示，
他们刚从一个龙国人手里高价买到了半部极其关键的抗冻嫁接手稿，而卖手稿的人叫林大用。林大用，抗暑嫁接手稿。林峰，那肯定是你爸当年留下的东西。村长，我爸当年车祸去世，我才5岁。林大用告诉我，我爸是酒驾自己翻到沟里的。作孽呀！当年你爸没日没夜的在棚里搞抗冻陶的实验，出事那天晚上，他拿着刚写好的半部手稿，说是要去镇上申请专利，后来出了车祸。林大勇第一个赶到现场，他回来后说手稿被雨水泡烂了。再后来，林大勇就靠着一种稍微耐寒的杂交陶发了家，霸占了你们家的地。他没去救人，他先抢了手稿。这份文件显示，林大宇昨天刚和孟山财团的代表在省城秘密接触，已经签了初步转让协议。偷了我爸的命换来的东西，他还想卖给外人垄断国内市场。他做梦。史密斯先生，这半部手稿绝对是核心机密，只要2000万，你们就能称霸龙国市场。林先生，只要专家验证没问题，钱马上打入你的海外账户。你怎么找来的？把东西交出来。什么东西？这是我自己的科研成果，我要卖谁关你什么事儿？科研成果？你连桃树嫁接的切口该朝上还是朝下都分不清，你写得出这满篇的分歧式？周总裁，怎么，鼎仙集团也对这个抗寒专利感兴趣？不感兴趣，我只是陪我老板来拿回他父亲的遗物。这不合规矩。林先生已经答应把手稿卖给我们孟山财团了。买贼赃，在龙国是要坐牢的。史密斯先生，这半部手稿只是个半成品。里面的核心漏洞，你们的专家看不出来，我可清楚得很。你今天要是敢签字，我保证你不仅拿不到1分钱，还会因为商业诈骗进去陪你女儿。林先生，他说的是真的？这手稿有漏洞？没有，他就是不想让我赚钱。史密斯先生，咱们现在就签。等我们的专家验证清楚再谈。你个白眼狼，你非要断了老林家的活路是不是？老林家的活路早就被你自己作断了。林大勇，当年我爸车祸，你到底是去晚了，还是就在旁边看着他死？胡说八道！没有我收留你，你早饿死了。不追吗？不急，他手里的残卷是个死局，没有我手里的另一半核心文控数据，谁也种不出真正的抗冻。专家说那半部手稿确实缺了核心温控数据，没有下半部，培育出来的果苗活不过第一场霜冻。那林大勇那边派人盯着他，另外查清楚林峰手里有没有下半部手稿，如果有，必须拿到手。通知总部全面封杀林峰的丰安农创和鼎仙集团，切断他们所有冷链物流路线，逼他们就范。老板，不好了，华南华北的3家物流巨头突然集体违约，拒绝承运我们的货。林峰啊，这可是几万斤的特级陶啊，马上就要过赏味期了，运不出去全得烂在仓库里。是孟山财团，他们动用资本垄断了物流线，想逼我们低头交出技术。孟山财团的动作很快，他们不仅截断了物流，还用天价租金抢租了鼎仙在北方的1级仓储。集团董事会刚才开了紧急会议，有几个老古董提议，为了及时止损，让我们放弃和丰安农创的合作。你答应了？鼎仙的底线就是绝不向外资低头，物流被掐了就用鼎仙自己的货车队，仓储没了就去租废弃厂房改建。谁敢在董事会上提撤资，明天我就让他卷铺盖走人。老板，这批货再发不出去就全完了，这可咋办啊？那什么外国财团还能只手遮天不成？孟山财团想掐死咱们，逼咱们交出龙国人的抗冬技术，但咱们的饭碗绝不能让外人端着。他们能买断大物流，但买不断咱们的脚。林老板，我们来了。老村长在群里一说，大伙儿全开着自家的车赶来了。大物流不拉，咱们自己拉，就是开到省界也得把货送出去。鼎仙所有的同城配送车全部集结完毕。周总裁，您这是把鼎仙的家底儿都掏出来了。鼎仙的冷库全部开放，货车随便调，大车走不了，咱们就蚂蚁搬家，一点点运，绝不向洋鬼子低头，绝不低头，干！周总裁，这次你可是把鼎仙全压进去了。因为我压的是你，
还没休息？突破了！结合我爸手稿里的温控公式，我成功培育出了能够抵御零下5度低温的初代黄金蜜桃母本树苗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，只要这批苗子长成，国内的北方苦寒地区也能种出极品水蜜桃。孟山财团想靠抗冬技术垄断国内市场的梦，碎了。封锁了3天，林峰和鼎仙的货竟然一点都没烂在手里，全靠那些破3轮车运出去了。是，鼎仙化整为零，利用底层果农的网络，硬生生把物流线盘活了。史密斯先生，林峰那小子就是秋后的蚂蚱，蹦跶不了几天。咱们什么时候签专利转让合同啊？林先生，专家说你的手稿有缺陷，在没有验证这批嫁接苗能扛过霜冻之前，我1分钱都不会付。这绝对是真的技术，我保证这批苗子肯定能活。最好是这样，明天晚上省城有寒流，气温会降到零下3度。如果这批试种的果苗被冻死，林大勇，你不仅拿不到钱，我还会让你知道惹怒孟山财团的下场。零下2度了，千万得扛住啊！这可是2000万的买卖，老林家能不能翻身全靠你们了。怎么回事？怎么会这样？别死啊！完了，全冻死了，2000万没了。骗子！这就是你说的抗寒专利，零下3度就全死光了。史密斯先生，这绝对是意外，这品种可能对土壤不适应，您再给我点时间。我没时间陪你玩过家家，把这个废物给我扔出去！等等，我知道真正的技术在哪儿。林峰。哦，林峰手里有另外半部手稿，只要拿到他的手稿，技术就完整了，这批苗子肯定能活。你确定？千真万确。那本来就是他死鬼老爹的东西，他肯定藏起来了。好，林大勇，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想办法把那半部手稿弄来，否则你以前打着合作社名义诈骗我们科研经费的事儿，足够你在牢里烂一辈子。是，我一定想办法，一定。查过了，是孟山财团雇的商业间谍。林大勇那边的试验田昨晚全军覆没，史密斯肯定是对你的下半部手稿动了心，想狗急跳墙了。林大勇为了那2000万，现在就是一条见人就咬的疯狗。这几天实验室的真实数据我已经安排安保团队全部物理隔离了，只要他们敢来硬的，我的人能当场把他们拿下。不，防贼不如捉贼。既然林大勇那么想要这半部手稿，咱们就顺水推舟，送他一份大礼。你想让他们带着这份假数据，去下个月的国际农博会上登台发布？爬得越高，摔得越碎。我要让孟山财团和林大勇在全世界的媒体面前丢尽颜面，身败名裂。林峰这小崽子，以为换个指纹锁就能防住我。找到了，2000万，老子终于要翻身了。谁？大伯，大半夜的不睡觉，跑来我这里借东西。我是来找你谈合作的，门没锁，我就自己进来了。拿着撬棍来谈合作，林大勇，你这叫入室盗窃国家级商业机密，监控已经拍得一清二楚，只要我按下发送键，你马上就能进去陪你那宝贝女儿了。林峰，大伯错了，大伯也是被孟山财团逼的呀，他们说我要是拿不到手稿，就要我的命啊！你为了钱可以过河拆桥，可以断全村人的活路，你这种人还有什么干不出来的？就像当年你为了抢我爸的上半部手稿，眼睁睁看着他死在车祸现场一样，是吗？你胡说什么？你爸是自己酒驾翻到沟里的，跟我没关系。还敢撒谎！我爸当年根本不喝酒，出事那天晚上你就在他车上。不是我没有推他，是他自己为了躲野狗撞树上的，车冒烟了，他卡在里面出不来，他把手稿递给我，让我去叫人，可那手稿太值钱了，我如果叫人救他，这技术就还是他的，我只有拿着手稿走才能发财呀！畜生！杀人越货，你这辈子就在牢里烂死！等等，现在送他进去太便宜他了。林大勇，你不是想要那半部手稿吗？拿走吧。你肯给我？就当是我替我爸送你的最后一件礼物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林峰，算你识相，等我拿了外国人的钱，一定给你烧高香。就这么放虎归山？万一他真拿那份假数据去国际农博会骗到了外资，我要的就是他去骗。
刚才他亲口承认对我爸见死不救的录音，我已经录下来了。国际农博会上，全世界的农业巨头和媒体都会到场。我要让孟山财团和林大勇在最万众瞩目的时候身败名裂，一无所有。请出示特邀参展证，没有证件，任何货物不能推进去。我们是丰安农创的，参展资格昨天系统显示异常被取消了，麻烦请组委会主任出来核实一下。核实什么？你们早就被除名了。林峰，这可是国际会场，不是林家村那2亩3分地，没证就赶紧滚，别在这儿丢人现眼。林大勇，西装挺合身，就是不知道进去了球服有没有你这个码。你少在这儿嘴硬！我现在是孟山财团的首席技术顾问，2000万马上到账，你这辈子都赚不到这么多钱。周总裁，听说鼎先集团最近因为物流断裂亏损严重，为了一个泥腿子得罪我们孟山，这笔买卖不划算吧？史密斯，鼎先就算破产，也不会低头去吃你们带毒的垃圾。还推个破车来，别是冻成冰疙瘩的烂桃吧？保安，把这2个闲杂人等赶出去，别耽误我们外宾入场。大门口吵吵闹闹的干什么？李院士您好，我是孟山的林大勇，这俩人没证还硬闯，我正让人赶他们走呢。好浓的果香，箱子里装的什么？这是在零下温度里保存的。零下5度，存放了3天。这是我培育的初代黄金蜜桃，果皮没有一点冻伤，果肉充满弹性，简直是奇迹。谁培育的？丰安农创，林峰。李院士，您别被他骗了，他那是打了防冻药水催出来的毒果子，真正的抗冻专利在咱们孟山手里。没错，林大勇先生为我们提供了完美的嫁接技术，今天我们就会发布这项成果。打没打药，我干了40年农研，闻一下就知道。林峰，你们有这么好的成果，为什么不进去参展？李院士，我们的参展资格昨天被人动用关系单方面取消了。农博会是展示农业成果的地方，不是你们资本玩弄权术的后花园。院士，拿我的证进，有我在，我看今天谁敢把属于我们龙国自己的好东西挡在门外。李院士，这不合规矩啊，滚开！今天孟山财团向全球发布一项革命性成果，我们掌握了世界顶级的抗冻嫁接专利，将彻底改变寒冷地区的种植格局。各位记者，这技术是我呕心沥血研究出来的。我选择和孟山合作，是因为国内有些小作坊根本孵化不了这么高端的技术。是小作坊孵化不了，还是你这见死不救的贼想卖国求荣？保安，把这个疯子拉下去，他就是来捣乱的。公共展区，孟山还没资格清场。林先生，你强闯发布会是对孟山的公然挑衅。史密斯先生，你口口声声说掌握了核心技术，那你敢不敢把你们培育出来的苗子拿出来，当着全世界媒体的面做个极寒测试？各位媒体看好了，这是零下2度依然存活的奇迹。看到了吧，林峰，这就是老子卖了2000万的技术，你这辈子都赶不上。是吗？麻烦把温度调到零下5度。水蜜桃的物理极限是零下2度，这不符合常理。不敢？那就睁大眼睛看看真正的抗冻技术。温度零下8度。这不可能，这违背了生物学规律。史密斯先生，你手里的技术不仅缺了核心文控公式，还是被人动过手脚的残次品，拿着一堆废纸来招摇撞骗。你们孟山财团不仅蠢，还瞎。史密斯先生，意外，肯定是机器出了问题。你答应的2000万不能赖账啊！滚！你这个诈骗犯！保安，把他交给我。史密斯，龙国的地方，轮不到你动用私刑。林大勇，你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以及20年前的一桩故意杀人案，请跟我们走一趟吧。我没杀人，当年那场车祸是意外啊！林峰，你害我！意外？他卡在车里出不来，他把手稿递给我，让我去叫人，我只有拿着手稿走，才能发财呀！当年你为了抢这半部手稿，眼睁睁看着我爸被火烧死。林大勇，
这笔债今天就是你的报应。我错了，林峰，我好歹养了你15年啊，你放我一马！这都是林大用个人的欺诈行为，孟山财团不知情，我们会另外安排发布会。史密斯先生，接到举报，你们涉嫌恶性商业欺诈和窃取机密，请跟我们回去配合调查。呸！诈骗犯的女儿还敢回来？他也进去了，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我明明是大网红啊！这不是林大勇那个毒蛇闺女吗？坑了全村还敢来这儿要饭，滚出去！住手！饿了。我死也不吃你施舍的饭，你少在这看我的笑话！张婶儿，拿份盒饭过来。我没闲工夫看你的笑话，吃饱了就去后山搬化肥，搬一车结一车的工钱。林家村不养闲人，但我林峰也不践踏饿肚子的狗。林大小姐，你爸进去了，他之前借我们的200万加上利息，怎么算？我没钱，我的钱全被法院查封了。你们去找林峰，他有钱。哼，林峰现在生意做那么大，身边全是鼎县集团的专业保镖，老子动不了他。这是强效百草库，林峰挡了我的财路，我也不能让他好过。你们要干什么？今晚你去把这药倒进林峰刚建的母本树蓄水池里，只要毁了那片林子，我不仅免了你的债，还额外给你10万现金送你跑路。但你要是不去，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。只要倒下去，我的债就清了，我还能拿到10万块钱离开这个鬼地方。但我林峰也不践踏饿肚子的狗。我爸就是因为这片地，把命都搭进去了。我如果倒下去，我就真的变成连狗都不如的畜生了。磨蹭什么？赶紧倒进去！不，我不能倒，这果园是全村人的命根子。臭婊子，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把药给我！我姓林，我死也不当畜生！你敢耍我，老子弄死你！谁？光天化日下来我的地盘投毒杀人，你胆子不小。撤！你刚才为什么把药砸了？哥，我错了，我真的不想再错下去了。老子杀了你！哥，躲开！林丽丽，愣着干什么？叫救护车！快叫救护车！打了，马上到。哥，这刀真疼啊！别说话，保持体力。哥，这下我不欠你了，这辈子我终于做对了一件事。林丽丽！哥，躺着别动，伤口裂开了，我还得多费一笔钱给你缝。喝了，医药费我已经预揪了1个月的，那几个放高利贷的，昨晚已经被连锅端了，以后没人再找你要账了。哥，你原谅我了。谈不上原谅，你之前做的恶，我一辈子都不会忘。但你替我挡了这一刀，咱们俩以前的烂账一笔勾销。我以前太蠢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对不起。别急着哭，林家村不养闲人，等你伤好了出院，直接去分拣车间报到，从最累的装箱开始干，案件记仇。只要你不怕苦，这口饭我管到底。我干，多脏多累我都干。等一下，你们林老板是怎么搞的？怎么把这个卖毒桃子的骗子招进来了？刘总，丽丽现在是咱们车间的工人。工人？谁知道他刚才往这箱好果子里塞了什么烂东西？这批货可是我要送给大领导的，沾了这女人的手，我敢要吗？刘总，我没有，这箱是特级果，我正准备打包装车的。你还有脸说话？你忘了以前怎么拿干冰坑我的了？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谁知道你是不是嫉妒林老板赚钱，想砸他的招牌？刘总，
出什么事了？发这么大火？林老板，这种黑心肠的骗子，你怎么能留在车间？我刚才亲眼看到他偷偷摸摸把几个桃子塞进这箱特级果里，他肯定又在搞鬼。哥，我真的没有捣乱，我只是……不用辩解。林老板，你可看清楚了，这里面要是真查出有问题的果子，咱们明年的长期合作，我可得重新考虑了。刘总好大的威风，要是没查出问题，您打算怎么收场？如果他真的手脚不干净，我亲自把他送进局子，并且这批货我免费送给刘总。这是我们实验室今年刚培育出来的极品黄金果王，一棵母本树上只结2个，因为太娇贵，一直没舍得放进大货里发。你怎么拿到的？我早上看刘总之前在工作群里抱怨，说今年的礼盒缺点压轴的尖货，我就自己去母本树上摘了这几个果王。我想把它们混在特级行里，给刘总一个惊喜，算是替我以前干的蠢事儿给刘总赔个不是。这误会闹的，刘总，这丫头以前是犯过大错，但我林峰担保，这1个月在车间，她每天干最重的活，没喊过一句苦。今天这事儿是他不懂规矩，私自混装，但这几个果王确实是咱们园子里最好的东西，算他给您赔罪了。刘总如果还生气，随时可以退货。好东西，这绝对是市面上有钱都买不到的尖货。丽丽丫头，你有心了。之前用干冰坑我的事儿，咱们彻底翻篇了。这箱果子我要了。谢谢刘总。哥，谢谢你替我担保。一码归一码，刘总原谅你，那是刘总大度，但在我的车间，就得守我的规矩。私自去母本树摘果子，不报备直接破坏车间发货流程，这是大忌。这个月的奖金全部扣光。是。再有下次私自加塞，不管你初衷是什么，直接滚出我的果园，听见没？哎，听见了，哥，你罚的对，我保证没下次了。林老板，你年纪轻轻，这驭人之术，我是彻底服了。什么都不说了，明年的全省连锁超市特级供货权，我全交给你，定金翻倍，咱们现在就签。合作愉快。老板，你刚才黑着脸训人的样子，简直帅呆了。去洗手，今晚给你加个大鸡腿。我可是千亿总裁，就值一个鸡腿呀！我要吃2个，还得加个卤蛋。爸，儿子来看您了。您当年没日没夜守在棚里研究的技术，我终于帮您种出来了。咱们的桃子扛住了寒流，15年了。林大勇那个畜生，当年对您见死不救，抢了咱们的家业。今天，他已经在局子里了，后半辈子都不可能再出来。这笔血债，儿子替您讨回来了。您在下面，可以安心了。伯父，您放心，您当年没能护住的，以后我来护。他吃了15年的苦，从今往后有我和鼎仙集团在，谁也别想再让他受一点委屈。走吧，回园子，明天还有一场硬仗要打。林峰啊，明天就是咱们的专利发布会了，场地都布置好了。不过这几天咋没看见周总裁？他回省城了，说要去准备一件给发布会的大礼。你跟村长说句实在话，人家周总裁堂堂1000亿身价，陪你在咱们这儿滚了大半年，你小子是咋想的？总不能让人家一直当你跟班吧？村长，您就别瞎操心了，我心里有数。行，那我走了。你这是干什么？去省城进货了？老板，我算了一下，我1年的试用期结束了，我来问问，能不能给我转个正？想转正？行啊，不过转正的代价有点大，就怕周总裁你付不起。本总裁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？你说要什么代价？先去干活，明天再说，仗还没打完呢。哼，卖关子。有了这项抗寒专利，咱们国家北方的古寒地区以后也能种出高产的水蜜桃了。外资想卡我们农业脖子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。让我们感谢丰安农创的创始人林峰先生。林先生，据我所知，孟山财团曾开出2000万的天价收购这项专利，您现在却选择免费公开，这难道不是在作秀吗？您真的甘心放弃这笔巨款吗？
2000万，确实是一笔很多人几辈子都赚不到的巨款，但在我看来，2000万买不走我们龙国农民的饭碗，更买不断华夏农业的脊梁。这项技术是我父亲生前未完成的心愿。以前有人为了私利卖烂果子，甚至偷窃技术，企图高价卖给外资，让我们国家的农业受制于人。但今天，这批抗冻果苗和核心技术将免费发到在座的每一位手里。我要向全世界证明一件事：华夏的饭碗必须牢牢端在咱们自己手里。咱们用自己的技术种自己的地，赚干干净净的钱。说得好，赚干干净净的钱。林老板，技术都捐出去了，全天下的果农都有饭吃了，这下你该满意了吧？满意了，压在心里15年的石头终于搬开了。那我的事呢？昨天你可是说了转正的代价有点大，说吧，到底是什么代价？本总裁现在穷的只剩钱了，大不了我拿鼎仙集团的股份给你换。鼎仙集团的股份我不要，我要的代价你可能给不起。你少看不起人，你说。这是我用种出的第一颗黄金蜜桃的桃雕的，它在零下8度雪地里活了下来，就像你，陪我熬过了那些最难的日子。你，周总裁，给我打了1年工，现在给你转个胜，代价是当这片桃园的老板娘，干不干？干！包吃包住一辈子，以后要是敢辞退我，我就让鼎仙的法务部告到你倾家荡产。只要根扎在自己的土里，结出的果子永远是最甜的。